为什么我们是老兵聊电影，可是我们一直在聊影集啊？对，要叫老兵聊影集吗？聊了几个影集了，比例很高哎。电影好像也没出几集。荧幕会暗，老兵会淡出，但经典的精神永不退役。欢迎收听老兵聊电影。我们要聊的是 HBO 去年最好看的影集了，叫《企鹅人》。我觉得好看不是说我可以看很多遍，它好看是它角色之精致，故事之完整，它每一集都非常的完整，它几乎可以当作是一个独立的电影。啊，为什么会聊这个影集呢？因为它从演员工会奖、影评人协会奖，非常多奖项都一直拿主角的奖项啦。第一次看到科林·法洛那个造型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我很努力在认哪里像科林·法洛。科林·法洛是爱尔兰人，对啊，他的口音有一个很浓很浓的腔调。对，企鹅人的故事背景设定在纽约。我们就好奇，他为什么要找科林·法洛演，而不是找一个真的胖子？最近这几年，好莱坞、美国有一个潮流，就是白雪公主，因为还有小矮人的角色呢，为什么不是一群老顽童就好了呢？对啊，为什么要是小矮人呢？其实侏儒不反对去演小矮人，你知道吗？他们去演是好事。所以迪士尼做的事情就是错误的。迪士尼把小矮人用 CG 方式呈现，特效方式呈现，演《权力游戏》那个 Peter Dinklage，他就有批这件事情。我们大家也要一口饭吃啊！你刚刚讲那东西也是一样，就是为什么科林·法洛他为什么不找一个真的胖子来演？为什么要找人去扮胖子？以前电影刚被发明的时候，电影上面是没有黑人的。以前的黑人是用颜料把自己脸全部涂黑。你说小老虎到你？那是个喜剧，它是讽刺喜剧啦，因为他是个澳洲人嘛，那个角色，如果把人涂黑去演一个黑人是错的话，你应该要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错的啊，就是把人扮成胖的，然后去演那个角色，就是为了让科林·法洛展示他的演技。大家有尊重过胖子吗？这是一个悖论呢，我觉得这很难解啦。像那个金霸王，他就是真的是一个胖子，但很难看。真的吗？还好吧，夜魔侠里的金霸王到现在还是被讲经典。夜魔侠本身就好看的了。对啊，对啊，对，但我觉得好血腥哦，我看不下去了。不是哦，因为我那天把新夜魔侠按了第一集来看，然后我觉得他开场就好血腥。但他第一季没有把故事演完，很烦。观众应该都知道这个故事是改编自 DC 漫画的一个角色吧？你有没有看以前的蝙蝠侠？有啊，一定要看的。我记得是第二集的时候就有演企鹅人了，但那个企鹅人的角色比较漫画形象，真的是生活在那个下水道里面，真的有企鹅，而且那个角色之可怕，就是什么出生就是畸形啊，这个世界观就是在 DC 衰落的时候，出现的一个世界观，其实是延续罗伯·派丁森的蝙蝠侠，他像个三明治一样，这是第二集，2026年蝙蝠侠第二集就是要把这个故事演完。哦，对，所以它等于是一个三部曲的故事。是那个蝙蝠侠演起来蛮中二的，就是因为他演得很真实。所以那个罗伯派丁森感觉就像那个一个很爱 cosplay 的侦探，他不像蝙蝠侠，他像 cosplay。你不要再犹豫了好不好？我真的想揍他一顿，一个很忧郁的脸那样子。对，就这样子。对，你在犹豫啊？对啊，你在犹豫啊？你会不会硬起来，赶快去抓坏人 ？James Gunn 他没有要删掉这个东西了。如果是我也不会删的，它有一个特色在。James Gunn 的超人，还有接下来的一些自己的世界观 ，DCU 的世界观，我觉得他保留了这个系列。对，还有什么东西？小丑，但是小丑应该也没了啦。其实我觉得第二集不难看啊。对啊，但是被骂很惨。大家是在干嘛我觉得第二集很好看的，而且我觉得歌也不错啊。虽然说这是口水歌，但跟红磨坊的意思有点像。这个频道一直会离题啊。一方面我们在展示我们对电影的热爱，还有我们的知识啦，很敢讲我觉得 Oswald 在这个影集替非常多底层的人物发声，其实在讲底层人物怎么爬上去的故事。他每一集都有他自己的主轴嘛，他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坏事，但因为他是这部片的主角，会替他感到紧张，然后会希望他赶快去摆平他那些犯下的蠢事。他做坏事的时候，你会合理化他的坏事。但你知道吗？他真的是一个超坏的坏人呢。对，就是导演在玩弄观众，他在玩弄我们呢。对，这是他厉害的地方。Oswald 就是主角嘛，在第一集的故事，你就看到一群青少年在偷车。蝙蝠侠结尾不是发生了个洪水把那个地方淹没了，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渺无人烟，然后治安很差的地方。抓到其中的一个小孩，因为那些小孩偷他车吧，他抓住的那个小孩就叫 Victor。
对，我觉得他是主角。然后第一集他也带出了他妈妈有一点老人痴呆吗？他是间歇性啊，他只认得奥斯而已。对，然后有时候会认错人。第一集你看到有一个叫 Sophia 的角色，刚出狱，然后大家都传说他杀了很多人，然后然后所以才入狱。到第一集的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他的背景是多么悲惨。其实这个故事就围绕在4个角色的恩怨情仇啦。Sophia 的爸爸就是第一集的里面那个老大。Mikado 这个角色设计的蛮好的。我看完第一集，我还特别去查说 Mikado 有没有在以前的动画里面。他是个新的角色，他是新的。我会喜欢收集公仔，尤其是 DC 系列。那他没有做维克多的公仔吗？没有，他没有。我其实很喜欢他妈妈这个角色哦，妈妈这个角色太复杂了，是因为他故事演到最后才慢慢的透露出契尔人这个角色的本质。他妈妈有生3个小孩子，所以契尔人是最小的小孩子，对，然后天生就有一些残疾，但妈妈很爱他。他有2个哥哥，他小时候就误杀，我觉得是误杀了他哥哥因为他也不知道那场雨会下那么大。但是他知道以后，他也没有去做什么。他不知道那边会淹没，所以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觉得把他锁在里面，他们也不会怎么样。地下水道也有地道吧，他们也走得出来吧。我是觉得他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对，他一直都是没有想那么多的人。我在帮契尔人找借口。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当一个人没有杀人的时候，他会觉得杀人不对，但是他开始杀了第一个人的时候，他会不会就会觉得杀人并不会是一件需要跨越的事情？他后面的行为就会比较不会害怕去杀人。我看一下音乐。哦，还记得这个音乐吗？有点忘了。每次在接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他就会放这个音乐，是弦乐，然后你就觉得听着会有紧张感，对，紧张的感觉。我们会不会变音乐节目？不会啊，不会啊，我就是要听音乐哦。就我刚放那个音乐，台湾有哪一个？其实台湾也没有音乐的技术，台湾的都乱搞一通了。我觉得跟预算有很大的关系啦，或者是跟制作人的 sense 有关吧。或者说他们没有 sense， 是他们可能太忙碌于工作，所以比较少听。你不要听他们找借口，他们就是 sense 差，之后就没有案子可以接。对啊。没有，台湾制作人都非常有 sense， 每一个人都很棒。你会剪进去吗？我会点进去啊，我都会剪进去啊。不是你讲的，是我讲的，不用怕好不好？就是我插一个话，就是西化这件事情，你现代社会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从西方来的。你的穿着，对啊，你用的东西、用的品牌、电脑的发明，所有的东西，晶片不是，晶片是台湾的。晶片是谁发明的？晶片其实是美国军方不计成本，要让飞弹射得比较准一点，投下非常多巨资研发晶片出来的。那我跟你讲一个很酷的事情，晶片里面是有很复杂的电子结构，那每个电子结构之间不能切怕等，不能断所以对，所以它会有绝缘体。你知道那个绝缘体是哪一个公司做的吗？是脑筋急转弯还是？是认真的，认真的吗？对，日本最厉害不是吗？对啊，我知道日本最厉害啊。那个公司材料科技啊，不是微力科创吧？是未知数。它可以把材料做到很纯。没有，是因为他们在做卫星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物质。难道别人做不出来吗？就是做不出来。对，因为只有日本人才会那么无聊。这东西，感觉我们再把它提炼看看。虽然说台积电都一直在找我们怎么变成金融节目啊？没关系，我还是要聊这个东西。虽然说台积电不断在找替代厂商，他不想要供应商只有一个而已，就是像中国一样被人家卡脖子。对，但其实很多东西只有日本做得出来啊。哦，对啊，它那些什么10颗亿啊，因为它要求非常高的纯度嘛，对不对？也只有日本做得出来。那这样我有个疑问，什么疑问？台积电员工跑去日本企业泄露2奈米，到底是？我们现在口号好了，好不好？哇，口号好。我们现在讲一下企鹅人和蝙蝠侠宇宙的连结好了。2002年，罗伯·派丁森演的蝙蝠侠电影世界一结束的1周后，它的结局据说会衔接到2026年上映的蝙蝠侠2。目前还没看到预告但你会期待吗？蛮期待的，期待又怕受伤害在我看蝙蝠侠，我在打瞌睡，你知道吗？真的，就是它整个节奏很慢，它前面很慢，但它画面很美。很美，但很暗，你知道吗？所以这样讲起来，罗伯·派斯汀的宇宙会画下句点，就是蝙蝠侠2演完以后。难说，我觉得有点难说你看，我们大家都很爱看那个超级英雄大战，但是其实你看企鹅人，他就是在 focus 在大战之后的伤害，大战一定会有伤害，不管谁赢谁输。超英电影都会把它拍得好像是你都看不到任何的负面的东西。对啊。对，但其实充满了负面的东西啊。在好莱坞在美国都会有个 showrunner 这个角色，节目的创作者或者是节目统筹。第二人就是一个叫 Lauren LeFranc，
他把他的风格定位是蝙蝠侠版的黑道家族，是，我觉得蛮像的。他做过漫威的一个影集叫《神盾局特工》，也蛮难看的。我真的有点不懂这些人、就是他怎么写出那么好的东西？他统筹哦，他也是编剧，因为他可能在那个神盾局的时候，他不是主编，然后主编做了很多决定，他觉得很吐血，有可能，所以他觉得自己要当统筹才可以出好作品。有可能哦。总共有8集嘛，由4个导演完成的。其中一个导演是好，我们看一下哦。他拍过《东城奇案》。对，其中一个导演是 Craig Zobel， 是有拍过《东城奇案》的哦。但我觉得这一部跟那个有点像，跟那个歌坛，它是更早的 DC 影集。它也是在讲企鹅人跟蝙蝠侠以外的歌坛角色。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聊到，看不出来是克林·法洛。我有在一个访谈看到那个演 Sophia 那个演员，他有说 I have to say that when Colin Farrell did the Penguin and the Batman, it was unbelievable. I didn't know it was him. It's crazy. This is Colin Farrell, one of my favorite actors. He's Oh my God, unbelievable, right? extraordinary. No, it's unbelievable. Look at this. Unbelievable. Well,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I'd only met Colin, this Colin. Yeah. The one. Yeah. A few times in person, and we shot together for 8 months, and I only knew Oz. And it's so strange because I associate, I know those eyes and that voice so well from just being like, how was your weekend? Whatever. Yeah. And so when I see him outside of that, it's like very jarring because Oz is more of a real person who I've spent more time with than Colin. And it feels like someone has like Freaky Friday or body swap. Like I saw him a couple times outside of makeup and it was like a cat with socks on. I didn't love it. 如果他们今天不是演仇敌，如果他们今天是演恋人的话，然后在演的过程也真的不小心爱上了彼此，然后当他卸妆以后，他还会爱这个人，还是他会爱上妆的他？我觉得这个问题我问得很好，真的吗？但我觉得你先问一下自己好了。男生可能会觉得，只要是女性聊得来就都什么啦？是来都来了吗？对，来都来了，来都来了。女生比较精神层面吧，来都来了。对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到底可以用到什么时候？我觉得很好用哎。对啊，来都来，来都来了，经典。你是都可以吗？如果你知道红姐你可以，红姐不行啊。红姐你不行吧？那如果你在红姐是个男的哎，我知道。那如果她一个女生扮成红姐，然后你不小心爱上红姐以后，然后那个卸妆以后，她就变一个正妹。红姐那个假发，对啊，你干得下去？那如果她卸妆以后变一个正妹，你先说，你干不下去？干不下去啊？对吧？这还是正常的吧？还是我们大家都在讲维持，就是其实我们都干得下去的。没有，每一个人外表是一回事，内心又是一回事。就是外表越看起来冷酷的，他可能内心越寂寞，他越想要有一块自己的秘密小基地。你说红姐吗？那些男的共享秘密基地，红姐还会叫人家去洗一下。我觉得是红姐翅膀硬了，红姐被抓起来了，对不对？我比较好奇的是这样犯什么法？所以他是用散播什么？动员戡乱？不是啦，什么啦？你认真一点好不好？Sophia 这个演员之前演的另外一部戏我很喜欢，叫什么 ？How I Met Your Mother， 她是演第8季、第9季后面最后出来的女主角，很可爱，就是克里斯汀·米利欧。其实我对她很陌生，你知道吗？所以她很漂亮。对啊，再也不见2022。我觉得她跟你老婆有点像。哦，对啊，就是她的眼睛这个部分有点像。你就喜欢这一型的？有可能啊，有可能。对，最爱总动员，黑镜有演。我要来讨论她的结尾了。因为我觉得那个必须讨论一下。好，这个角色第1集到第7集都会为他感到紧张，希望他能够脱离那些险境，合理化他的行为。但到第8集的时候，我真的是无法替他下。我看完之后，我整个震惊。我坐在我家的沙发，我好难过，然后我无法讲话。真的哦，就是真的，你没有这样子吗？没有。我真的是傻眼呢。反正他最后就是去收买那些地方的黑帮，黑吃黑嘛，黑吃黑嘛。反正他就把 Sophia 给吃了嘛。对。然后，但他没有杀了 Sophia。你看，我都替他找借口。我觉得他可能有恻隐之心。其实他应该在当下就杀了 Sophia 了，因为杀了这个隐患。但他没有杀，可能他也对 Sophia 有一些感情，也可能对他有一些愧疚，或者是他想要把自己的敌人留下来，让敌人看到他的成功，是这样子吗？我也不知道。对啊。但总之。
Sophia 到最后是失败了，还要被送回去阿卡汉嘛？阿兹就是那个精神病院啊。阿兹卡班不是哈利波特，阿卡汉啊，阿卡汉啊，我讲的没有错啊。我觉得你在闹场了，是不是？没有我阿兹卡班高混哦，真的吗？而且我觉得他跟那个医生的关系真的是有够，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他看起来像是医生在控制他，其实他是在控制那个医生。他跟医生一直在玩 BDSM， 互相抽打对方。这一块大家自己去看了，就是我们有要避18不宜这件事。你儿子假如看到那一幕，你不会帮他把眼睛遮起来？我不会跟我儿子看那一幕啊。其实我不是这样认为啊，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也看了一大堆情色书，对啊，长大还变成这样子，我长大也好好的啊。对啊，你还会自己煮饭呢。刚刚还做了一个很好喝的饮料给你，对啊，叫什么？冬瓜牛奶。我自己打哦，是冰沙口味的哦，你们打得出来吗？所以要取名吗？冬冰。东城病案，切尔跟 Sophia 黑吃黑嘛，但他妈妈在此时中风，然后瘫痪，身体是无法动的，因为他的小助手 Victor 帮他脱离了险境啊。然后他们结尾的时候就在河边聊天，他就这样子，把他勒死。你想用一般观众去解释，还是要用编剧的角度去剖析这个东西？就蛮意外的。他真的很会写，这个写法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因为他觉得 Victor 对他来说是一个隐患，是他的软热，对，他觉得他会坏了他未来的大事。他妈妈就是这样子，第8集的时候就被Sophia绑架，所以他妈妈就变成他的软热，可是他不能放弃他妈妈，但是他可以放弃 Victor， 有够不要脸的一个人，他把这个坏写到极致了。我觉得杀掉兄弟这件事情是恶中之恶，你知道吗？杀掉家人或兄弟这件事情都是恶中之恶。另外一方面也表示说他很有决心，想要就是变成 king， 他想要变成高谭市的王。他的老相好那个女生还伴着他妈妈，穿着他妈妈的衣服跟他跳舞，切人还叫他说我做的很好，然后我就觉得有够恶心的。对啊，我们都知道这是一部戏，可是他可以让我们恶心到这个极致，对啊，我觉得也不简单，我必须拍个手。真的，这个虽然恶心，但是我觉得不意外。就像你刚刚讲的红姐，每一个人都有他心里小空间。对，像你一定有一些小空间，只有你会知道，但是你不会想让别人知道。每个人都有啊。对啊，可是我小空间不会是我杀了一个人，或是我把一个人气死在哈德逊河里面。你会剽窃，你好像不会，就跟某个很私密的人叫他帮你做一件事。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剽窃？叫他 call me daddy 之类的。他去买 finger。他就在 touch 了。什么啦？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很自然。但有些人会啊。艾美奖算是电视剧集的最高奖项了。我们就预测一下好了。你觉得科林·法洛和 Sophia 他妈妈还有入围哦。就是演他妈妈的角色，演妈妈那个角色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我喜欢他，但是我不认为他演的算好啊。真的吗？你说他妈妈吗？不是，我说克里斯汀·米莉欧提啊。你不盲目？我不盲目，但是他妈妈就很自然。他妈妈超级会演，他妈妈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哎。因为我觉得他妈妈演的时候，不会让我觉得他在演，我会让我觉得他就是契尔的妈妈。对于他孩子的复杂的感情，你的孩子杀了你2个儿子，可是你还是必须爱他，你必须要视而不见，把愤怒转成你希望他成功。其实还是很病态，有够病态的。像克林·法洛，我也觉得他没有在演，感觉契尔就是契尔。我觉得可能也是方法演技的一种啊，就是他真的全心全意灌注在这个角色里面。我觉得最后《生还者》的女主角演得也很好，我觉得她就是那个很鸡巴的女生，但她跟游戏里面就是不一样的。我会觉得她就是那个本人。但我们今天是在讨论《最后生还者》还是没有？我只是在讨论那个 Sophia 的演技。你去看 Sophia 的访问，她是另外一个人，她不是剧中那个人。Sophia 也是个很多层面的角色，她的坏那个层面角色是被逼出来的。她应该是一个小公主，你也很难想象她在阿卡汉精神病院里面受到什么样的折磨。她被她自己最亲的人出卖，被她爸爸出卖，被她的司机出卖，一个小公主就变成这样子。她心底应该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很善良的人。她最后把那个人那一下弄死，大快人心，他们就得死。你看，我们都是不断的在合理化这些角色。对，就是小女孩的妈妈也没有做错，可是她还是把小女孩的妈妈杀掉。她跟小女孩说：“这个就不要跟这个姐姐在一起。”那姐姐做了很多坏事。对啊。我觉得没有看过的人赶快去看。对啊。我今天推了非常多人去看，但我觉得能够真的欣赏这个戏的人应该不多了。台湾有很多人看吗？喜欢看电影的人一定会看，其他就是不喜欢看电影的人，他们也一定不会看。那我们今天老兵聊电影、聊企鹅人就聊到这边喽。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周末。